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m Talk。比特币价格迎来2020年最高价格。10月21日晚，比特币价格飙升，数据显示，比特币一度突破13000美元大关，最高达到13184.39美元，随后有所滑落。24小时内涨幅达 5.99%，24小时内比特币成交额为411.37亿美元。此次比特币大涨的原因是，来自美国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PayPal 宣布已获得了纽约州金融服务部的首个有条件加密货币许可证。PayPal 即将推出加密货币支付方式，用户将能够通过 PayPal 账户购买、持有和出售加密货币。该服务将在数周内在美国启动，并于2021年初在全球2600多万家 PayPal 加盟店支持虚拟货币支付。到今年年底前，不会收取加密货币的交易成本，也不会对 PayPal 账户中持有加密货币收取费用。之前支持加密货币支付的大多数是极客圈子，加密货币本身就是程序员这群人搞出来的。而现在作为传统支付工具的 PayPal 为什么会选择支持加密货币支付呢？这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算盘？对加密货币又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加密货币是怎么诞生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做加密货币就是为了赚钱，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些改变世界的发明，往往并不是因为发明者有强烈的赚钱发财的欲望，而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念与追求，并且愿意为之奋斗。世界上第一个加密货币比特币的诞生，就是来源于一群有信念、有知识、有力量的网络朋克。网络朋克们所幻想的货币是要把货币的标准特性在逻辑上推向极致，而不像现在各国的货币需要随身携带，进入他国境内之后还要进行兑换。他们认为推动加密货币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反抗金融专制。纵观历史，人们一直批评央行过度发行纸币或者减少硬币里面的贵重金属来贬低货币价值。20世纪初，金本位制度是全球金融系统最盛行的金融政策。黄金和纸币挂钩，这个制度是限制央行权力的一种机制。美联储以及其他央行可以多印纸币，只要他们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如果没有黄金，就不能印纸币。1971年，尼克松总统下达命令，让美元彻底不再和黄金挂钩，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价值让市场自由决定。美元脱离金本位，央行权力过大，可以不加节制地发行纸币，这对美元的长期价值会造成破坏，也会造成政府无节制的开支。比特币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比特币和美元、欧元都不一样，不是由某国的央行发行的，也不是由大型金融机构转账来的。比特币是由用户自己创造并管理的货币，新货币被维护这个货币网络的人慢慢制造出来。第二点是追求完全的匿名性。这群自称网络朋克的人群，他们是一群拥有较高的学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程序员。他们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沉迷于自己的网络世界，在网络世界里，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东西，但在现实世界中却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几乎没有隐私，即使你从不在任何社交网络上发布关于自己的信息，但是只要你在消费着，在活着，就可以通过你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或者银行卡交易记录来找到你本人。所以如果想要彻底的保护自己的隐私，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发明一种完全匿名的支付工具。2009年，中本聪利用公开密钥加密技术构建了比特币的核心程序。每个使用这种技术的人都可以获得一个公开的钥匙及一组数字和字母的随机组合，与其相对应的是一个可以自由发送的地址，再配合一个相应的加密钥匙，只有使用者才知道的密钥。这两个钥匙是通过数学相关联的，只有通过这个密钥才可以打开别人通过公开密钥发送给他的信息。其运算十分复杂，通过公开钥匙的数据无法算出加密钥匙的组合，即使通过最强大的超级电脑也无法算出。那么解决了技术问题的比特币是如何走进主流社会，让大众接受的呢？
每年5月22日是比特币披萨日，这是为了纪念加密货币第一次被真正用来购买物品。2010年，来自佛罗里达的程序员用1万个比特币购买了2个披萨，这些比特币的现在价值超过1亿美元。但这次交易只能说是程序员之间的社会实验。比特币发展到今天离不开3个网站，这3个网站是门头沟、丝路、比特因斯坦。这3家网站可以支持用比特币来购买商品，让比特币这个虚拟货币和现实真正发生了联系。另外，由于比特币完全匿名，所以很多黑产开始利用比特币进行交易，而他们交易的主要场所就是这3个网站。真正让比特币被更多大众熟知的是比特因斯坦。2012年，查理创办了比特因斯坦，同年得到了文克莱沃斯兄弟的投资。文克莱沃斯兄弟是双胞胎，他们和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是同学。扎克伯格最初要和这2个兄弟一起做一个社交网站，但是最终扎克伯格自己搞了脸书，然后这2个兄弟就起诉扎克伯格，告他偷窃他们的概念。最终他们以6500万美元在庭外和解。文克莱沃斯兄弟的投资资金就是来自于这笔和解费用。在这笔投资之后，越来越多的硅谷科技投资者开始投资比特币网站和交易所，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报道比特币。比特币站在了投资界的风口浪尖，市场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模仿比特币而创造的加密货币，比如莱特币、以太坊、比特币现金等。加密货币往往波动性很大，它们对投机者具有吸引力，但对商人和购物者的吸引力要小得多。其他主流支付系统相比，交易速度更慢且成本更高。那么 PayPal 为什么要支持加密货币呢？ PayPal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表示，由于各国央行和消费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对数字货币的兴趣日益浓厚，公司开始推出这项服务。向数字形式的货币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在金融包容性和获取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支付系统将因此得以提升效率、速度和弹性。PayPal 希望该服务将鼓励虚拟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PayPal 上的加密货币付款将使用法定货币，例如美元结算，这意味着商家将不会以虚拟货币接收付款。世界各地的许多中央银行都表示打算在未来几年内开发其央行数字货币。Facebook 领导了一个名为天秤座的加密货币项目的创建。天秤座于2019年成立，但 PayPal 在几个月后退出。近期央行数字货币热潮不断高涨，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也在上周进行了深圳的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可见 PayPal 支持加密货币，就是为了不落后于下一个时代。加密货币能走多远，谁也不知道。比特币会不会笑到最后的那个加密货币，也没有人能知道。但毫无疑问的是，加密货币或者说是数字化货币是未来的趋势。PayPal 支持加密货币对加密货币市场意味着什么？ PayPal 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网上支付工具之一。如果说支付宝是中国的，支持人民币结算，那么 PayPal 就是全球性的，支持美元、欧元和日元等25种国际主流货币。在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结算与支付平台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PayPal 在全球拥有3.46亿活跃账户，在今年第2季度处理了2220亿美元的付款。PayPal 支持加密货币，这将为比特币带来在 PayPal 2600万商户进行购物支付的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正在被主流商业界所认同。因此对于比特币而言是一个绝对的利好，所以比特币也创下了新高。无论是比特币还是其他加密货币，正在慢慢走出极客圈，走向大众生活。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打开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也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